小时候的历史课，大家一定都听过鸦片这个东西，抽了会让人上瘾、散尽家财，甚至还曾经引发战争。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鸦片到底要怎么吸？吸起来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课本当中不会提到的台湾鸦片历史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以前的课本里面，鸦片就像是一个超坏的反派角色，会让人抽了身体变烂、口袋空空。而当年的中国还因为太多人都在抽鸦片，导致国力大受打击。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鸦片的历史或许就能够发现，课本提到的鸦片只是断面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它背后还有蛮多有趣而且值得讨论的小资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帮大家补上这些课本比较没有谈到的地方，尤其会更聚焦在我们台湾人的视角。比如说，当时的鸦片到底要怎么吸？为什么一堆人抢着要吸？当时卖鸦片的人又做了哪些事情，让民众更加的无法自拔？以及后来鸦片又是怎么样在台湾彻底绝迹的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在工作和学习上常常需要录音做记录吗？虽然录音很方便但常常要多很多的时间去重听音档、做笔记、划重点，让人觉得超麻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很欢迎试试 Cloud Note AI 智慧录音卡。Cloud Note 结合了 OpenAI Whisper 逐字转写跟 ChatGPT 重点总结两大功能，从录音转写再到总结，都可以在 Cloud App 上面一次完成。另外，它还能够汇整出5大资料模式，让你可以根据不同情境自由选择。而且 Cloud Note 还有通话录音模式，不管是手持或扩音，任何通讯软体的通话方式都可以进行录制。目前 Cloud Note 已经在嘖正式发售，有兴趣的观众欢迎参考资讯栏连结，把握限量的早鸟优惠价，在工作和生活上达成超高效率。鸦片其实是什么呢？它的原材料其实来自一种原产于土耳其、中东跟印度的罂粟花。我们通常所说的鸦片呢，是来自于这种花还没有成熟的果实，剖开这些果实流出来的汁液，就是制作鸦片的最主要原料。最早期使用鸦片的方式呢，依照所在的地区也会有所不同，例如让鸦片汁液凝固变成药丸，或是直接加进饮料里面。而至于近代的人所抽的鸦片呢，依照制作的步骤，可以分成生鸦片还有熟鸦片。所谓的生鸦片，就是从罂粟花的果实上面收集汁液之后，拿去煮成膏状。这生鸦片之后就会被运送到世界各个港口，并且在当地再次的加工，成为适合服用的熟鸦片。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鸦片会是毒品呢？鸦片之所以是毒品是因为鸦片的汁液里面有大量的吗啡。从19世纪开始，吗啡就被科学家分离出来作为药物使用。分量正确的话呢，吗啡会有麻醉的效果，可以止痛也可以助眠。然而过度使用吗啡也会造成幻觉、呼吸困难，甚至是昏迷。而吗啡最危险的特点呢，就是容易成瘾。如果试图戒掉，还会出现更多的症状，例如比较严重的头痛发烧、冒冷汗肌肉酸痛、失眠、焦虑、忧郁等等。更严重的是，如果已经对吗啡成瘾的话，身体会很快的产生药物的耐受性，也就是说，吗啡对于人体能够产生的效果都会越来越小，导致成瘾者需要使用越来越多剂量的吗啡才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而这样也会对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这些伤害造成的前提是呢，要有人服用，所以我们也有点好奇以前的人都怎样使用鸦片呢？经过长期的发展，鸦片的服用方式有过很多的不同变化。在中国还有印度，人们会把生鸦片当成药直接吃，或者是煮成汤或者是茶来喝。不过这两种吃法的味道都超苦一点都不吸引人。如果要让鸦片变得更普及的话，就要想办法让它变得更加的可口。欧洲人在经营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发现美洲盛产烟草，而当地原住民很多都有抽烟的习惯。那随着欧洲人的殖民帝国逐渐的扩张，这种抽烟的习惯也跟着被带到了亚洲来。很快的爪哇人就发现，只要把鸦片跟其他的香料加水在锅子里面煮，然后再用烟草浸泡在鸦片的水里面，这样子的烟草抽起来呢，会散发出香甜的味道。而当时这个做法被称之为是曼达克，而爪哇呢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荷兰人呢就很快的把曼达克带到一样是荷兰殖民地的台湾。就这样子，鸦片被传进了台湾，但鸦片真正在台湾开始流行起来，还要再等100多年。此后的明郑清领时代，台湾各地逐渐出现了不少的鸦片烟馆。
人们去鸦片烟馆的时候，第一根鸦片烟通常都是免费的。如果他们喜欢就会付钱抽第二次。通常呢，就会边抽烟边吃不同的点心，像是蜂蜜啊、糖果、水果等等。不过从18世纪开始使用鸦片的方式又有了新的改变。人们不再混合烟草，改成吸食纯鸦片。他们会把鸦片直接放在烟管里面加热，然后去吸产出来的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呢？目前历史学家还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但有3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是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子吸食鸦片可以壮阳，那虽然实际上长期使用鸦片呢会导致男性的性欲不振，但当时记载呢还是把鸦片形容为防药，可以用来改善房事。而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雍正皇帝已经下过禁绝鸦片烟的命令，不过纯鸦片本身还是药物，可以被合法购买，所以大家还是转抽纯鸦片。第3个原因呢，就是抽鸦片开始变成了身份的象征。随着鸦片越来越流行上流社会也开始抽鸦片。那因为鸦片本身其实并不便宜，对于穷人来说，它要混合大量的烟草才有办法负担，所以有钱的人就会开始用我一个晚上可以抽很多根纯鸦片来炫富。而在越来越多有钱人抽鸦片之后呢，就像高档的茶叶啊跟酒一样，鸦片成为了文化跟品味的一部分，他们也开始讲究鸦片的品质与产地。19世纪，鸦片在台湾已经非常流行开始出现了很多不同的鸦片让客人选择。在中国，穷人会抽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品质最差，但价钱呢也最便宜。而有钱人呢，一般会喜欢抽印度的鸦片，因为这些鸦片呢都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有严格的品质管控。但东印度公司也发现，在台湾大家的口味又很不一样，都很喜欢抽这个波斯跟土耳其的鸦片，虽然品质比较不稳定但味道比较温和，价钱也比较便宜。不过，所谓鸦片的品质到底是指什么呢？不同的商人从产地引入生鸦片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方式加工成熟鸦片，所以呢，市面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的鸦片产品，透过不同的吸食体验，应付各种客人的需求。对欧洲人来说，鸦片最重要的是镇痛跟麻醉的药用效果，所以吗啡的含量越高呢，就被视为品质越好。而在亚洲，人们重视的是鸦片烟抽起来的香味跟质感，所以被视为是高级鸦片。通常呢，杂质很少，不会混进烟渣还有烟灰。有钱人抽的鸦片呢，超讲究这个味道跟体验，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不同的词汇来形容鸦片烟抽起来的味道，像是香、清、厚、又、平等等呢，描述这些香气是比较清新的，或是比较厚实的、浓郁的，各有各的偏好。而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喜好，很多的商人呢也会在制作熟鸦片的过程当中加入不同的配料，制作出不同口味的鸦片，例如像是蜂蜜、芝麻、麦芽糖，甚至是绍兴酒跟中药等等。不过，台湾的鸦片文化这么的兴盛到了日治时期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日本人几乎不抽鸦片，那日本殖民政府要如何管理台湾的鸦片呢？鸦片在日本本土是严格禁止的而日本人呢也确实认为鸦片对于社会有非常大的危害，必须要在台湾消灭掉。不过殖民政府也认为这样子完全禁绝的模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鸦片文化已经相当盛行的台湾，于是日本政府采纳了大臣后藤新平的建议，决定要在台湾实施鸦片专卖制度，透过掌握鸦片的来源，限制只有已经上瘾的人才能够购买鸦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慢慢减少抽鸦片的人口，同时也为政府创造一些收入来源。不过这样子的专卖制度马上就出现问题就是鸦片走私。透过不易追踪的小船呢，很多商人都偷偷从中国进口鸦片，供应台湾的庞大市场。而这样的话呢，政府就不可能达到控制鸦片流通量的目标。台湾总督府很快就意识到，单靠警察或是军队查禁的方式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走私的问题。唯一的解法呢，就是官方制造的鸦片必须要比走私的鸦片更吸引人，在市场上面取代走私货。总督府制药所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位于国立台湾博物馆南门园区的设施，负责调查市面上面流通的鸦片种类，然后呢，会为这个殖民政府研发受台湾人欢迎的鸦片产品。这个政策非常成功，很快官方制造的鸦片呢就占据了台湾的鸦片市场，走私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不过，这样子的专卖政策真的能够有效的消灭鸦片吗？在专卖制度之下呢，抽鸦片的人数确实一直在减少。不过，这个数据反映的只是没有新的鸦片成瘾者而已。毕竟，原本抽鸦片的人会慢慢的死亡，所以导致人数下降蛮合理的。比较不合理的地方是，虽然抽的人变少了，但鸦片的消耗量却没有跟着下降。也就是说，还在抽鸦片的那些人呢，其实越抽越多。所以，如果想要彻底的清除鸦片的话，还是需要透过其他的方式。
早在日治初期呢，林献堂蒋渭水等等的台湾社会领袖就已经在呼吁民众戒鸦片，很多的中药呢也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声称有助于戒烟。不过成效最显著的人，或许还是台湾的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他发明的渐进断疗法透过药物缓和戒断鸦片所引起的副作用，避免对病人呢造成太大痛苦。1930年，政府也成立更生院，以杜聪明担任医局长，协助民众戒除烟瘾。而在鸦片专卖制度控制来源以及更生院戒烟服务的双管齐下，鸦片问题终于慢慢的得到了控制。1946年，最后一位病人完成更生院的疗程，鸦片正式从台湾的社会当中消失了。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主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我们今天制作这集并不是要推广怎么样抽鸦片、毒品这种东西，真的千万不要去尝试。从这样子的历史故事当中呢，我们看到台湾人对于鸦片的瘾延续了好几百年，而这个期间政府也曾经试图靠着禁绝的方式让民众戒除毒瘾。但抽鸦片这件事情早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而且对于吸食者来说呢，烟管的服务或者是抽鸦片本身的体验也满足了他们的某些需求，所以想要靠着强硬的手段就获得立即的成效，恐怕并不容易。所以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会联想到现在的毒品烟害、酒驾或是其他成年难解的社会问题。那除了严刑峻法以外呢，更多元的配套、更长期的政策规划，或许也是成功防治的关键吧。好的，那对于台湾历史上面的鸦片，你还想要知道些什么呢？到底鸦片还能够有多少种口味？比鸦片跟其他的现代毒品比起来呢，哪个比较有害？所以那个时代使用的解毒方式真的有效吗？滴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鸦片在台湾的历史。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其他毒品的故事，以及纽西兰的终身禁烟令。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